美国国防部长近期表示，自己已经几个月没有和中国打电话了，因为中国拒绝接听美国的电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我是虎妞。近日，美国的国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已经和中国好几个月没有打过电话了，希望中国能够安排一下，让双方能够好好的谈一谈。不过，这位美国国防部长表示，虽然他没有和中国联系，但中美之间还有着其他的方式可以进行沟通。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中美之间有着其他的方式可以沟通，那么这位国防部长想要和我国沟通的时候，只要别人带个话就行了。为何这位美国国防部长好几个月和我国没有联系？更何况身为国防部长，肯定有着我国政府的官方联系方式，只要他想，一个电话打过来，不就完成沟通了吗？那么为何奥斯汀明明有多种方法和我国取得联系并对话，却偏偏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中美双方都不接电话，甚至奥斯汀还认为是我国不接电话的呢？其实奥斯汀本人也很清楚，以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来看，美国给中国打过去的电话根本不可能接。就拿窜访台湾一事来说吧，我国早就明确表示了，这种行为是在侵犯我国国家主权和利益，是不被允许的。结果刚当上众议院议长的麦肯锡就表示要对台岛进行访问，后来在多方压力之下，不得不临时取消了对台岛的访问，说是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这一下麦肯锡是没去了，但另一个人去了，他就是美国五角大楼助理副防长蔡斯。对于这件事，五角大楼方面虽然是拒绝评论，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在专门针对我国。因为在这名美军高层窜访台岛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国宣布将参与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防务公司进行制裁。除了禁止这两家公司在华业务之外，还开出了150亿美元的罚单。这笔罚单一出，瞬间让岛上的某些势力老实了很多，生怕自己买的美国货全都要不回来了，到时候真的拿着扫帚和解放军战斗到底了。所以说，这次的五角大楼助理副防长蔡斯前去台岛，就是为了给台当局鼓舞打气，让他们明白美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身后。还有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气球事件，我国虽然一再声明这只是一个失去了控制、意外飘落到美国的高空飞艇，但是美国政府一再声称这是中国的监视气球，还搞了个全球直播，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气球的旅程。再后来，事情闹得实在是太大了，美军出动 F-2 战机打算击落，结果 F-2 战机在空中加了油，尝试数次都没能击落，让美国政府闹了个大笑话。直到这个气球降落到1万多米的时候，美军才发射多枚响尾蛇导弹，成功将其击落，并为了避免自己丢人，在往后的1周时间里，美国又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连续击落了3次气球。也正是从美国这儿开始，全球都流行起了气球热，各国都出现了神秘气球，就连我国山东海域也出现了，而我军也直接将其击落。虽说这次的情报并没有详细通报，但从一系列事件来看，美国绝对是脱不开关系的，不然的话，这气球怎么偏偏在这时候出现呢？而这时候，中美双方都出动战机击落不明飞行物了，美国人专挑这时候打电话，也是别有居心。除了在气球事件和台湾问题上搞事情之外，美国在南海的动静也不小。像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本次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地区进行了长达30多天的部署，而以往最多就是待个1周，展示下存在感就走了。本次不仅在南海待了1个月有余，还专门与有着闪电航母之称的马金岛号两栖战备群进行了极具针对性的两栖登陆作战演练。不过很可惜，对于出现在南海的美军，我军早就盯得死死的，因此尼米兹号每次出现在南海的时候，都能碰到山东舰航母编队正在演练，双方甚至发生了近距离接触。我军舰载机还用英文喊话，向对方展示我军的存在。通过这一系列事情，我们也能知道，
美国现在是针对我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挑衅。既然美国都这么蹬鼻子上脸了，我国自然不会客气。面对美国的挑衅，我国通通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虽然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呼吁和平，请求各方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冲突，愿与其他国家建立起一个合作共赢的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国就可以被人任意欺辱。美国既想要搞事情展示自己的存在感，又想要和我国打电话谈合作，干这种两面三刀、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事儿，我国不同意，解放军更不会同意。